新加坡的演艺界有一个有趣的现象，不少艺人因为共同的职业和兴趣爱好，或者因为在同一个剧组里拍戏，便很自然地走在了一起，结婚生子，组建家庭。在新加坡家喻户晓的明星向云、陈之才就是其中的一对。他们也是因为拍戏相遇，由一见钟情到间谍情深，在人生路上漫步30多年。因为那个时候电视剧开始很流行，我有注意到有本地的电视剧，所以我就觉得有机会参加，就这样参加了。不过你是那时候好像受英文教育的观众有看我们8频道，但是你不认识向云你哪有看？你不要骗我。对，那个时候，我跟你讲，你有时你欣赏一部电视剧，你看一个演员，你未必去看他的演员表，你知道吗？对不对？对，而且那个时候我也比较年轻，我比较户外，我踢球，我的梦想就成为一个足球明星，就是这样子。结果误打误撞就进来当了演员，也把你娶回家啦，这也是我的收获。在一部警匪类型的电视剧中，年轻的向云和陈之才就这样相遇了。这部讲述新加坡警察故事的电视剧是港片常见的警匪类型。这是史里达大劫案成功之后又一部与警察相关的佳作。与港片的警匪类型不同的是，新加坡治安较为良好，重大案件比较少。从真实性出发，除了展现精彩的案情，铁警雄风还有许多关于警察日常生活与感情的故事展现。有空的话，多到海边来散步，这对你和宝宝都有好处。伯母的人真好，真羡慕你有一个这么好的妈妈。向云有一个趣事是我监制一个戏叫《铁警雄风》，它里面的演一个怀孕的一个女士，丈夫因为意外怎么样的，那个警察来的，陈之才现在她的丈夫也是我戏里面主角，他就整天要帮助他同事的夫人，因为她怀孕身体不好，整天晕倒。那戏里面陈之才整天要抱她，就去医院抱她，怎么样抱啊就结婚了。你猜宝宝出世以后，我要教他的第一句话是什么？向云和陈之才因《铁警雄风》结缘生情，拍完《铁警雄风》1个多月后，两人宣布结婚，轰动一时，成为佳话。我那时候真的是处处都充满了生气，因为整个气氛不一样了。每一天呢都有惊喜，都在学习。每一个部门每一个环节摄影组演员创作甚至道具组，大家呢都抱着180%，就是100%投入的那种心情，很辛苦很累，但是大家都不介意，因为每一天都像在吸收新知识一样。我不晓得那时候带进来的制度合理不合理，但是我们那个时候的工作时间是很长很长的，所以大家都很愿意的配合。因为每个人都这么做啊，对，因为每个人都是几天通宵接场景、接外景，通宵。而且以前的感觉是，如果你没有通宵，你不是演员。我们有一个很好笑啦，我演戏班，我们是整场戏在灵堂的，然后呢，孝子家属全部都跪在灵堂前面，那个镜头是在前面这样推过来的。导演就说，我们就跪了，已经彩排了。导演就说好，镜头来到面前你就笑。我们就大家你看我，我看你，我们为什么要笑呢？为什么要笑？对，我们搞不懂嘞。后来讲了，拍了2、3个 take， 大家不会演了，有些真的要不懂要怎么笑在灵堂。我在猜这个是。你猜什么字？笑。对，在灵堂前面呢。广东话有笑，我猜不到。OK， 因为前面有那个冥纸嘛，大家有。他说叫他们烧冥纸。就是说，当镜头来的时候，你就把那个冥纸丢进去烧。最好。对，这个是经典。其实只要参与那个戏的人都记得这个经典。最好。对。演艺生涯的共同志趣是向云、陈之才维系亲密关系的重要枢纽之一，相敬相爱。虽然向云起过改行的念头，陈之才也有在美加港澳发展的雄心。但他们还是最终选择了在新加坡这片土地上继续深耕演艺事业。
向云、陈之才夫妻比翼双飞，佳作频出。从1988年的电视剧《空军》，陈之才一路出演了《天堂鸟》《法医 X 档案》《烈焰焚情》等数十部作品，塑造了军人、法医、商人、消防队长等鲜活的荧幕形象，戏路开阔，演技精湛。新加坡电视人在剧情类型上积极开拓，早在1988年就大胆地推出了科幻类型电视剧《飞越银河》，主演除陈之才之外，还有当年的当红小生王玉卿和玉女偶像陈秀环。《飞越银河》以银河系的一场战争为背景，场景皆是新加坡街景拍摄，讲述了陈秀环饰演的外星人爱上王玉卿饰演的地球人的故事。此片创意不断，天马行空，在没有数码技术的年代，飞越银河的道具和特效制作精良，开创了新加坡科幻类型片的先河。因为那时候他只有星期五，好像只有星期五播我们的戏，很多演员都在等戏，对，所以每次接到一个戏，我们都非常的重视。然后那时候我就觉得好像没有什么机会，就想放弃要去做空姐。可是当我放弃要做空姐的时候，就接到这个飞越银河了。然后我告诉我自己，我就想给自己一个机会。新加坡从来没有的科幻片，而且是第一次，所以我接到的时候，我真的很紧张，因为我希望能够，有很新的东西出来。所以我记得接到的时候，我们演员就会在一起谈怎么演这个戏，还有就是说，很多人知道飞越银河有一个手势嘛，这个手势，外星人嘛，他一直有变来变去的，我不可能变来变去，所以那个戏是很特别的。所以在演的时候，我会加上很多的不同的东西，比如说我看东西看不清楚的时候，我会做一些很奇怪的手势，然后观众真的会去学。高德华，是你吗？听到我说话吗？你别离开，我来接你。对类型的探索一直贯穿着新加坡电视剧的发展。可以说，类型模式从一开始就植入到新加坡电视剧的基因里。这种基因在某程度上来自于亚洲电影中心的香港。香港自从有影视业，就一直沿用好莱坞的经验，类型化和工业化是商业成功的法宝。1980年到1990年代的新加坡电视剧，学习到了港剧的精华，却脱胎于港剧。电视人不断的探索和提升，形成了鲜明的本土特色，产生了多部脍炙人口的经典之作，并开始进军海外。不是一样啊？这是没有办法的事情啊。在80年代，后来我们也看到有很多所谓经典的电视剧呢，就包括我们开始看到的《雾锁南洋》啊，到小飞鱼啊，到这个调色板啊，人在旅途啊。其实90年代呢，可以说是更加的辉煌。为什么我这样说呢？因为在90年代，我们开始是稳定的两个时段，就是在7点跟9点黄金时段了。从量的角度，80年代的发展呢，已经奠定了这个辉煌的基础，产量方面非常的充足。而且呢，每一部电视剧几乎都是最高收视。比较大，好啊，比就比，看你行还是我行。哇，你的力道还挺不错的嘛，不然你以为我输定的吗？好，我们一言为定，3年之后看谁成功。新加坡电视剧以都市题材见长，衍生出的家庭伦理、青春偶像、商战、爱情、警匪等等类型故事，真实而富有时效性，很容易赢得观众的共鸣。家庭剧也是新加坡电视剧的一大特色，有别于港台家族大戏的财产纷争，新加坡电视剧的可看点来自小人物的生活点滴，在日常中寻找趣味。这或许也是新加坡电视人超越地域的局限，舍去宏大叙述，在历史人文民生方面下足功夫，另辟蹊径。1994年，武侠电影开始退潮，转向电视荧幕。
新加坡武侠电视剧异军突起，逐渐在电视市场上占有一席之地，也成为了新加坡电视剧史上一道夺目的风景线。那么在90年代也看到我们慢慢开始走出新加坡，在很多合拍片方面呢，我们是开始也非常的积极在发展，就是到中国去取景。所以当时有几部非常经典的电视剧合拍，包括《东游记》啊，包括这个《笑傲江湖》神雕侠侣》，这些都非常的受到欢迎，不只是在新加坡，也在海外。所以从我们的演员那里呢，出了这些明星就是像范文芳啊、李明顺啊等等，他们在海外也有一定的知名度。出身演员训练班的李南星和才华横溢出新秀冠军郑慧玉，都是新广明星制度的成功案例。两人合作的《双天至尊3部曲》，至今仍为人所津津乐道。没有资源就创造资源，拍摄武侠电视剧在都市里有局限，就通过人工造景搭建影棚去解决，也产生了与中国进行合作拍摄的机会。1993年，新广制作的武侠剧《莲花争霸》是新加坡武侠剧的代表作品之一。此剧的前半部分改编自古龙小说《流星蝴蝶剑》，后半部分又借鉴了金庸小说《笑傲江湖》的一些元素，画风冷峻而神秘，诡异却精彩纷呈。1994年，《莲花争霸》被引进中国，一经播出，万人空巷。因此，越来越多的新加坡武侠剧在中国观众中受到关注。1994年4月，电视剧《侠义包公》在第8波道首播。此剧根据古典名著《三侠五义》改编，主要讲述包公出生后历经种种艰难考验，终成一代清官的故事。1997年，原创儿童武侠剧《真命小和尚》在新加坡和海外都大受欢迎。曹骏的小和尚形象可爱，陈天文的铁桶师叔表演生动，成功俘获了各年龄层观众的心。哦，师叔，有苍蝇了！哪里啊？这么多年来，我们一直都在寻找，到底这个新加坡文化是什么东西？是我们的语言吗？是我们的食物吗？是我们生活方式吗？是我们个别种族或者是文化的转变吗？所以我觉得这么多年来，尤其是80年代、90年代，我们都在寻找这个答案。我长大的时候，我在电视上所看到的是日本卡通、台湾武侠剧、香港连续剧，所以那时候我本身经历到的文化冲突是非常多的。我们就是一个移民的国家，我们的社会里头有来自五湖四海的民族或者不同国家的人，我们的戏剧就应该包含这些元素。马来西亚人、中国人、泰国人、印尼人或者这些元素，这些元素就是最具国际元素的素材。如果我们能够取材这一类的题材，我相信它能够引起外国人的关注。那么这个是叫做表面的外在的一些条件，就是我们的那个戏剧的方向。另外就来到了就是内因，我们如何制作出一部好的深刻的戏剧。新加坡电视人一方面向外开拓市场，一方面持续对本地文化的探讨。本土生活文化一直都是主题，在往这个方向的努力之下，继雾锁南洋和红头巾之后，迎来了以本土文化为背景的小娘惹。
2008年11月25号，34集电视剧《小娘惹》首播。虽然故事发生的主要背景在马六甲，但都源自新马两地悠久共有的娘惹文化。小娘惹作为新传媒45周年台庆剧，由新加坡政府的媒体发展管理局赞助制作，历时2年，动用了约150名员工，是新加坡电视史上的一部经典巨制。小娘惹的播出打破了当年新加坡广播局的经典电视剧《雾锁南洋》所创下的收视纪录，也超过了当年的奥运会开幕礼和闭幕礼的转播。如果说《雾锁南洋》是新加坡电视剧的里程碑，那么小娘惹既开创了新加坡电视剧史上的新纪元。小娘惹延续了年代剧及家族类型剧的风格，以娘惹大家族中女性的明争暗斗的环境背景，讲述了善良女子的小娘惹月娘的一生。从2009年起，小娘惹陆续在马来西亚、美国、韩国、中国等地开播，引发收视热潮。有媒体称，2010年掀起了亚洲的娘惹风。在小娘惹中的主角之一戚玉武来自中国广州，1999年参加新传媒才华横溢出新秀节目，获得了广东赛区冠军，在新加坡开始了演艺道路。因出演小娘惹中的富贵公子陈曦一角，获得了更大的关注。小娘惹是新加坡电视剧的一部经典嘛，我自己也很幸运能够参与到这部经典里面。还我鸡汤，真的是你啊！而且我记得那一年的春节，很多人都穿那个娘惹的衣服去拜年。就是这个娘惹的文化，是因为那部戏、那部电视剧，突然间就让大家熟悉起来，而且很喜欢。戏里面呢，娘惹都穿着颜色鲜艳的娘惹装，但是我去演戏里面呢的一个姨太太是穿着下人的衣服，就是素的，所以所有人打扮得很美的时候呢，我的是一个很朴素的一个娘惹，但是我的角色我真的非常喜欢，因为在我的童年，新加坡是到处都可以看到娘惹的。那就是这种颜色艳丽啊，然后带着金扣啊，这些都算是比较有钱的人了。我有份参与小娘惹，当初我是小娘惹的导演之一，我就告诉你一个小娘惹背后的一个小小趣事。我们还在拍的过程中，我们在讲，哎呀，干嘛这个戏都在哭哭啼啼，都好像粤语残片这样啊？结果拍出来，哇，大火大卖，或者是大受欢迎。最后我才明白，他会受欢迎的是因为他的情感，他的人与事。所有戏剧最吸引人、最打动人的就是情感。小娘惹这部戏有很多很重的感情戏，而且是通过戏剧表达出来。所以当我们演这个戏的时候，我们被带去上课学娘惹文化的时候，我就。哇，原来以前我看到的娘惹，他们的背景是这样，我也很好奇。二太太，是不是有菊香的消息啊？那个戏对我来讲我很喜欢，因为最主要是它背景啦，非常有意思，让我们本地新加坡人去了解本地原有的一些文化。哇，它的文化太精彩了，色彩非常多。当时为什么小娘惹这么成功？他也有抓到这方面的特色，因为娘惹的主要就是华人跟马来族的通婚之后的民族嘛，这个文化嘛，它里面就已经可以介绍很多南洋的特色。一个戏能够在同一个戏里面反映这么多东西，你看完那个情节之后，你还会留下服装、食物，还有文化，这是其他戏比较难做到的。从1982年的十里达大劫案，到1984年的雾锁南洋，到2008年的小娘惹，新加坡的电视剧在如白驹过隙的时间中，
流转着光影，将人文的光环赋予在有限的城市空间里。每一年都会有令人惊喜的佳作诞生。电视人的心思和创意与本土和外来文化交相辉映，沉淀出时光之美，提炼出新加坡独特的文化景观。我觉得现在是新加坡戏剧重新起飞的时候，因为新加坡的地位在国际上是提升了很多，那么外国人也很想了解新加坡。我应该是这样看，就新加坡不要给自己一个局限性，我只是想到我怎样拍戏给新加坡人。其实外面还有很多人也对新加坡、对南洋的这个地方的故事是很感兴趣。小娘惹之后，随着互联网进入人们的生活，新加坡电视剧呈现出了更加国际化、都市化、多元化的风格。2023年，新传媒与台湾影视公司米神国际合作，将结合两地的优势和人才，共同打造引人入胜的影视作品，并跨足新加坡、台湾和其他地区的市场。新加坡的电视人又迎来一次难得的机遇，得以跨境合作，开创新的故事，继续给本地电视事业写下新的篇章。整个制作从创作到后期到上映啊，都感觉到是钱不够用的制作，所以用了这个名字钱不够用，而且当时刚好也碰到了新加坡金融危机，所以金融危机钱不够用，就完全是当时的一个氛围嘛。钱不够用会这么高票房，基本上这是很多人关心的，就是钱不够用。我就叫你们两个出来，我是要跟你们借钱。我要跟你们两个借钱。没有，我要跟你们两个。